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2个，一个是今年中国居民医保要涨价，另外一个是深圳楼市成交暴跌，政府干预效应显现啊。那我们一个是讲中国居民医保，一个是讲深圳的楼市，这就是2个非常具体的新闻。但是这2个新闻影响非常的大啊！一个，中国居民医保有多少人？10亿人，所以影响非常的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深圳楼市。那么在开始我们今天主题之前，我先给大家说几个简讯啊，因为几个简讯都蛮重要，影响都蛮大。以后我都会，如果有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新闻，但是我们主题又太多，我讲不过来。我就用简讯的方式跟大家播报一下，大家要知道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加拿大的下议院今天下午以266对1票的这个投票结果通过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讲什么呢？正式宣布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迫害是种族灭绝。川普政府在他卸任之前宣布这个中国对这个维吾尔穆斯林的迫害是种族灭绝，加拿大是第2个国家加拿大第2个国家。然后这个议案还呼吁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奥林匹克代表团撤出这个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啊。那么这是对这个行动的一个反应啊。那么当然它是建议呼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说可见加拿大一点都不怂一点都不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 YouTube 暂停了3000个账号和频道，这3000个账号和频道主要是中共的大外宣和俄罗斯的这个对外宣传的账号。谷歌威胁分析小组叫 TAG 他的主管叫 Huntley 说YouTube 下架的2946个频道中，绝大多数被视为中国发挥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就是大外宣。他说这些频道大多数上传关于音乐、娱乐和生活方式的中文垃圾内容一小部分上传关于美国应对新冠疫情和政治旗舰加剧的中英内容那么迄今为止，这个威胁分析小组本季只剩下的许多工作将会聚焦俄罗斯大概是这样这是 YouTube 关了3000个账号，大部分来自中国中国的大外宣账号。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搞笑中国的有一个标语这个标语我看的图片，我现在没法跟大家说这个标语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标语讲的是提高文明卫生水平，革除陋习那个标语这个陋习呢，就把这个习字改掉不用习，叫认那么网上就在疯传为什么要把习改成陋呢？这就是为这个习近平这个网友说这是避讳习近平的习字这很夸张嘛？这以前是给皇帝避讳现在习近平也要避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发债发债。今年1月份发了多少债呢？1月份中国的债务市场发了 4.3 万亿债你会看，我们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债债多不压身发的最多的是什么国债是给谁的？国债是给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发了5740亿的债。地方债发了3623亿债。地方债从今年开始就开始地方政府自己发，原来是中央政府帮他发，现在地方政府开始自己发那么
然后是金融债，金融是9472亿债资产支持债券，资产支持债券是什么？资产支持债券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理财产品1193亿那么公司信用债1.2万亿1.2万亿就是现在经常出雷暴的，那就是这个公司信用债好，我开始讲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中国居民的医保要涨价从哪里来？从中央1号文件来。2月21号中共发了一个中央1号文件，它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为了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理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和个人缴费标准，健全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这句话一讲完就意味着什么？今年个人医保个人缴费将继续上涨。我们这讲的是什么？居民医保中国有2种医保一种医保叫职工医保，职工医保就是那上班的人上班在公司上班的人，那么还有就是企业政府都是这叫职工医保。另外一个医保叫居民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的保费标准比较低，然后他们的这个医疗保障范围也比较小那么这就是中国典型的什么？就典型的差别一个国家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它有不同的待遇那么这个医保的今年医保要涨多少不知道那么要等什么时候？等今年3月份这个两会开的时候确定那么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是10亿2千万，那么职工医保是3亿3千万这比3亿3千万到多得多那么城乡医保制度从一开始它就是2块，一块叫政府补助政府掏钱，另外一块叫个人缴费。那么今年它要求是什么？要求就是提高这个政府补助和这个个人缴费为什么？医疗成本越来越高那么每年现在这些年每年都在涨。最早的时候农民的医保是多少钱？为了让农民加入就是加入这个医保，一开始的时候医保是40块钱很便宜，40块钱这40块钱便宜加入了以后就每年都在涨，每年涨30、40、30、40，现在涨到多少了呢？现在涨到了你看现在涨到了830块钱那么个人要交多少？280块钱，大概是这样那么去年就是2020年，就是国家医保局发布一个通知，就是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政府补助要增加30块钱，然后总额不低于550块钱，然后个人缴费提高呢也是30块钱，达到每人每年280块钱那么这是一个针对中国，基本上是针对中国中低收入人群的一个医保那么为什么要加价？加价当然原因是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困难，然后呢交保的人越来越少，那么支出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员是不交的那么2019年中国居民医保基金总收入是8575亿那么基金总支出是8192亿，那么基金使用率达到了96%超过了有效抵御风险的警戒线这个账呢其实有意义吗？有意义，这是全国统筹就有意义。如果不是全国统筹，就全国把这个钱放在一个锅里，
那就有意义啊。你说我总收入是8500亿，总支出是8190亿，那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是各个省都自己各自吃自己的话，那就不同了。虽然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但是有很多的省的情况差别很大，有些省总收入大于总支出很多，那么意味着有些省总支出比总收入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就算是看总账，你还是看不出来很多地方出问题，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中国政府呢，经常是用总账来堵大家的嘴，但其实是很多省，至少有10几个省啊，在医保这个养老就是叫养老保险啊，都是大量的亏空啊。去年2020年，居民医保人均这个标准是830块钱，那么政府补助是550，那么居民占66%，居民个人缴费是280，占34%啊。那么意味着什么？就是医保主要的支出主要的收入来自于政府啊。那么你想一下，政府这个普遍财政压力非常的大，所以为什么？那怎么办？那就让大家多交点钱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影响比较大，是什么影响比较大？就是农民啊，农民也是280，但你想一下，农民收入很低啊，那么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之下，每年要交280的医保，这个费用原来最早是40块钱，现在变成280，增加了7倍，那影响是很大的啊。那特别是有一些，当然有一些家庭老老小小扎在一起，在四川有一个农民说，他们一家大小6口人，医保要2000块钱，对他来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啊。对不起。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有2头，这一头是居民医保，还有就是职工医保。职工医保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也快盖不住了啊！去年的8月26号，国家医保局发布一个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动作非常大，比这个居民医保，我现在讲的是职工医保啊，这个职工医保的这个变化非常的大。它有多大的变化呢？职工医保它是这样，那么这个职工医保分2部分，一部分是公司掏钱啊，公司掏多少钱？公司大概是公司掏8%，然后是个人掏2%，总共是10%，就是工资的10%。其实这笔费用是蛮高的啊。然后呢，它就分2个账号，一个账号叫统筹账号，就大锅饭啊。大锅饭给谁吃？大锅饭就是你当看大病住院的时候就用这个统筹账户里面的钱。然后还有是个人账号，个人账号就是你的门诊其他在个人账号的钱。它原来的标准是什么呢？原来的标准就是个人不是交2%吗？全部放到个人账号，然后公司的账号呢，就是公司掏8%，8%里面的30%拨到个人账号，那么70%就放到统筹账号。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那算下来的大概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交到医保里面去的所有的钱，包括他个人，包括公司的钱，单位的钱合在一起，个人账号占44%，然后这个单位账号就是统筹交56%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他现在的情况就把它改掉什么呢？就是个人账号个人缴的钱全部划到
个人账号，统筹单位交的钱全部去统筹，也就是说，个人账号占20%，统筹占80%，这个变化就非常的大。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人看病以后，可能他原来因为他个人账号的钱少了，那可能用冒了的话，你就要自己掏钱，那你可能就个人要掏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为什么会这样？说明统筹的钱不够了。统筹这些钱去哪里了？统筹的钱就是大锅饭，这个大锅饭大家记住，大锅饭谁在吃？公务员在吃，退休人员在吃，高干病房在吃啊。那么在中国整个的医疗体系当中，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居民医保，还有职工医保，我们把这个全部放在一起，大概100块钱，这整个的医疗资源，公务员加上高干病房占掉多少？80%。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居民医保要加钱，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职工医保要开始把从个人账号直接划到这个统筹账号，这都是完全不公正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总收入在下降，总收入下降，政府有财政压力，他本来他两边都要拨钱，他没那么多钱怎么办？没那么多钱就自己提高个人承担的比例啊，提供个人。那么你可以看到啊，随着经济的持续的往下走，那么这个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严重啊，大概就是这样啊，大概就是这样，我就不具体的展开的讲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医保的情况，非常的恶劣。医保的情况和什么情况是类似的？和养老保险的情况是类似的，就是政府财政恶化，特别是地方财政恶化，加上什么？加上老龄化啊，这两块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地方政府的财政会被这两大块逐渐的被掏空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讲这个人口问题的原因啊，人口问题会改变很多的事情啊。那这是医保的情况，我不讲太多了，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讲深圳房地产啊，深圳房地产从这个2月8号开始，深圳住建局出了一个政策，出了什么政策呢？公布一个二手房地产成交参考价。那么公布什么呢？公布了一个覆盖全市的3595个住宅小区的成交参考价啊。那么这件事情对深圳房地产市场影响非常大啊，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因为这个参考价上面的价格比市面上中介成交价和挂牌价都要低，而且有些豪宅的价格腰斩啊，价格非常的就是腰斩，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深圳市政府下决心要打击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决心啊。我们当时讲这个，你公布一个这样的价格，如果你没有配套措施的话，那么这个价格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啊。结果配套措施果然就出现两个配套措施。第一个配套措施是什么？第一个配套措施就是要求中介，房地产中介，他在公布价格的时候只能公布参考价，政府公布的参考价不能比参考价高，这是第一个。这个措施非常下流啊，非常下流，这完全违背了市场机制啊。第二个措施是什么？第二个措施就是按揭，银行的按揭。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我看看啊，你看一下啊，现在的是，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这4家银行已经按照官方发布的二手参考价作为贷款发放，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招商银行已经开始在春节前已经按照这个，也就是说深圳5家银行已经按照这个参考价来发放贷款。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估价就不足，因为你比如说我参考价是1000万参考价1000万，实际上我们成交1500万，那你按照1000万来估价，那你打个7折，那只能借700万。我买房子1500万，那我意味着我要掏800万的首期，这直接把很多人给踢出去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这影响就慢慢的出现一出现，那春节长假期结束之后，深圳二手房网签数量大幅下降。网签什么意思？网签就成交成交了就要网签那么2月22号，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数据，2月18号到21号4天，就是长假期结束那么深圳二手房共预录网签351套，日均88套，比春节前4天网签的数量下降了83%那么较2月首周日均成交量334套下降了74%就大幅下降了，剩下零头了那么预录网签数据来自于深圳住建局旗下的房地产信息平台预录的示范合同文本那么网签是房地产过户前的一个必备的流程。那么数据体现这个市场的冷热程度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形那么2月8号公布的这个情况，2月8号二手房暴涨，网签多少套？1263套，赶紧成交环比增加了2倍然后9号、10号就回落到320套。第2天就变成320套，第3天变成81套，可见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那么参考价其实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影响买卖双方的预期第2个呢会影响购买力，就是刚才我讲，如果你按照这个参考价去估值那么贷款的数量就一下子降了很多估计按照历史经验市场对这个新政通常有2到4个月的反应期，那么也就是说在2到4个月的期间，双方会进行博弈和观望所以成交会大幅下降。那么近期卖盘撤盘的这个现象非常的多。那么目前全市5大中介在售的二手房挂盘量为10万套，比1月28号下降了 7.4% 那么市场还有人分析什么呢？就是二手房可能会出现阴阳合同就是买卖双方按照参考价签一个网签然后再去根据这个去申请按揭，然后再签一份补充合同，这个补充合同把超出的那部分房款由这个买家支付，然后就是那可能这个补充合同里面的房款要全款支付大概是这样那么通常这个时候呢，中介就会帮他搞一些建议比如说经营贷比如说消费贷等等，这些都会出笼帮他把这套搞定那么从去年年底开始那么人民银行开始收紧银根收紧银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2头，一头就是针对开发商的资金，另外一头针对银行这个集中度，就是他们银行贷款，这2头开始收紧这个银根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银根。
与此同时，去年年底到现在，各个地方开始出各种补丁措施啊，补丁措施不断的升级。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是什么？这个调控政策不断的加码，而且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房贷利率在上升啊，房贷利率在上升。去年12月房贷利率出现拐点啊，就是说去年12月之前房贷利率其实是一直在往下走，然后去年12月房贷开始反弹啊，反弹。那么1月20号到2月18号，这个全国首套房贷的利率为 5.26%， 环比涨了4个基点啊。二套房利率平均利率是 5.56%啊，环比上涨了3个基点啊。那么房贷的这个利率的上升，对房地产市场影响也很大啊，也很大。那么这一次呢，深圳动作力度很大，政府的非常强势的介入这个市场啊，用参考价来直接从价格上去打击这个市场的购买欲啊。可见什么呢？可见2点。第一点，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去年年底开始的这个情况非常的担心啊，非常的担心。因为如果房地产真的一启动的话，整个的局势会呈现一个没办法收拾的局面啊，所以深圳这个出重手啊，深圳其实很保护房地产市场，但是这次出重手说明什么？说明压力很大啊，压力很大。我相信宏观经济这一头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各个地方都不敢碰这个红线。是使劲在，包括杭州、包括上海，都在出政策啊，都在出政策，所以投资者要知道这个方面的信息啊，保持警惕，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观点：王老师的新西装好有型哈。OK， 谢谢啊，谢谢。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更新装备啊，因为审美疲劳嘛，观点：恭喜王先生点阅量上升，感觉又多了一份力量。希望墙内的观众增加，让自由中国多一点希望啊！谢谢，谢谢鼓励啊！我需要大家的鼓励，我也需要大家的掌声。过去一段时间吧，我们这个节目受到2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的影响就是受美国大选的影响。美国大选的影响呢，这个美国社会高度分裂，然后这个参选2派的支持者进行非常激烈的对抗啊，那么自媒体成为其中一个因素啊，那变成了一个魔星啊。当然你不愿意去靠边，就变成了魔星。你要选边站，那你就失去了这种中立性啊。那么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魔星啊，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当然中间5毛推波助澜啊，所以也不能够全怪这个网友啊。其实5毛在中间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年前年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啊，又是感冒啊，又是这个咳嗽啊等等啊，又腰闪了，反正就不大正常。其实我想这个星期我开始恢复正常，身体恢复正常，所以其实之前都不大正常。我做节目的过程，我自己很清楚，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一个可能只有60-70%的这个状态啊，所以现在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我也想，我们恢复正常也得有一点标志吧，所以我去买点新衣服啊，让大家。这个解决大家审美疲劳的问题啊，好吧，就是这样啊。
观点：离开上海时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我结论说，中国只要降五险一金额度，提高医保保障，中国消费会明显的成长。他说没错，就是这样。但共产党会干吗？今天果然都是反着来。共产党不会掏钱，要掏钱都是要么他请客，你会钞，要么地方政府掏钱，要么企业掏钱，反正共产党不掏钱啊。情况听过向导说，春晚在习上台后就只说大年30，因为要避讳除夕啊。OK。提问：王老师常说中共的目标是把红旗插遍全球，同时也说过中共的目标就是巩固独裁政权。这两个目标哪一个对他来说更重要？可以理解为把红旗插遍全球只是为了减少外部威胁，从而巩固独裁政权吗？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纠缠这些问题呢？巩固政权肯定是根本嘛，你就把政权巩固了，他的政权巩固了，把红旗插遍全球才有意义啊。如果你把红旗插遍全球，政权没有了，他怎么插遍全球？没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啊。情况：我的朋友外婆林业局退休，医疗全报，养老金7000，还年年涨，很多得多少人供养一个这样的老干部？我就和老板商量，不交五险，现金补给我，我自己买了商保。今天来看，选择是对的，非常正确啊，就是这样。你这个不算高啊，这个离退休职工、离休干部怎么着都得2万吧，2万以上吧。还有一个处级干部1年的医疗报销30万啊，所以你说说看，他为什么要涨？为什么不够了？就是那个统筹那部分为什么不够了？就是这样啊。为什么退休金发不出来了？就是这样啊。观点：医保和退休金最应该做的就是取消双轨制。CCP 的双轨制是一个荒唐不公平的体系。每次和国内的亲戚说起来，他们竟然还得出所以能够在体制内找到工作还是好的类似的结论。CCP 就像吸附在一个人身上的肿瘤一样，正常的人都因为觉得应该切除这个肿瘤，但是现在的中国民众却丝毫不以为意，甚至催促自己的孩子成为肿瘤的毒瘤的一部分，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社会真的病了。我们看到的都是表象，病灶在更深的地方。非常对啊，非常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讲，在全世界当中，只有中国人是最没有资格批判别的国家歧视的，因为歧视这个现象在中国最普遍，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还是规模，都是举世无双的。所以中国的歧视的问题、不公的问题、制度性的不公的问题，在中国最严重、最普遍啊。观点：我曾经比对过中国的五险一金跟台湾劳健保的薪资比例，同样的薪资缴交中国五险一金的金额约是台湾劳健保的3倍，而且两个制度的保障更是天差地别，那是差得远。香港的医疗保险制度也不错啊，那么但是台湾的医疗保险非常的好啊，世界上都很少有啊，台湾是做得很好的，所以很多大陆人觉得我是泱泱大国，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就是一说起台湾问题，自己就好像与有荣焉啊，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其实没有1毛钱。你看一下台湾民众他得到的社会福利，台湾的医疗系统非常的先进，是非常的发达，而且台湾的医疗做得非常的好，堪称典范。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疫情台湾是模范生，它背后的
它背后的是什么？它背后的就是台湾的医疗系统先进又发达啊，只有这样的医疗系统之下，你才能做到什么？做到模范生啊。尽管深圳某些医院对癌症病人一个月医保额度只有几千块钱，根本不够用啊，这是肯定的啊。王婶，我想问一下，你推荐国内大学生报考选调生吗？选调生是各个省党委组织部门有计划的从高校选择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生以及以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选择人选进行重点培养的群体的简称啊，就是第5期梯队或者第6梯队。我没有意见，对这件事没有意见。为什么？有2件事我不给意见啊。第一件事你就是你这件事情我加一件。以前还有一件是什么？国考考公务员，考公务员我也基本上不给意见啊。为什么？我一向认为，就只要你进了中国的公务员系统啊，公务员有党有政了，都算公务员了，就在中国啊。基本上你进入了这个系统之后，你大概2、3年之后，你就基本上废了，你就出不来了，你只能在里面一直待下去。那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下决心要在那个系统里面待下去啊？你对这个系统了不了解？里面的文化、里面的做事方式、里面的 vision， 你是不是清楚了解？如果仅仅是为了吃口饭，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跑到那里面去，那是一辈子的事情，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啊。那当然，你现在也会看到有些人下海啊什么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越来越少了嘛？啊，为什么？外面不好混了啊，还是留在系统内吧。所以这个我不给意见，因为不好给意见，这里面涉及到每个人不同的想法，那他很难有共同的决定，好吧？所以你还是要想清楚3样东西啊。第一个，你对这个系统里面工作你了解吗？你不了解的话，先了解清楚再来做这个决定。问问你身边的人，问问你的长辈，这个系统里面是干什么的啊？是干些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vision是什么？你的人生怎么规划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就要做一些理性的选择，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把其他的选项放在一起考虑啊。所以我不给建议了，好吗？情况每周公布全国各大城市楼市走势的冰山数据，其负责人被约谈，很多房地产自媒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现在看来，连楼市信息的传播都要受到限制。中国房地产信息一直受到限制，只要出政策，这些你刚才说的这些什么中介公司、什么自媒体、什么媒体，全部只要发布信息，让大家知道真相的组织和个人都会被打压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所以我一直讲，在中国的投资市场当中，房地产市场是所有投资市场当中最不透明、最黑箱操作的一个市场。就基本上呢，进入这个市场的人，你看不清楚这个市场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我曾经想过10几年前，我曾经想过搞一份这个房地产杂志啊，周刊类似这样的东西。后来看这形势，这怎么搞就没搞啊。情况，深圳在查违规贷款流入楼市，查到要立刻还款，感觉要出大事了。他就是在，我觉得深圳这么搞下去呢，其实风险是蛮大的啊，一不小心打死了怎么办？真的有可能会被打死啊？为什么？中国房地产市场其实在现在这个位置是很脆弱的啊，很脆弱的。
就是说，我们有句话，投资市场有句话叫盘久必跌啊，就你要么就涨，要么就跌啊，你一直在盘很长时间，盘很长时间呢，盘的时间越长，跌的可能性越大，这投资市场的规律啊。那么现在在涨啊，你再把它打一下，再盘一下，那万一跌了怎么办？跌了很可怕的。中国其实是承受不起房地产暴跌。我们说暴跌多少呢？暴跌30%以上叫暴跌啊。房地产要是真的跌过30%的话，那银行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啊。提问：余茂春没有被拜登政府重用，是否意味着新政府不如川普认清他的对手？我不知道，我不能够代新政府说话啊，但这得问新政府去啊。为什么？因为我一说新政府呢，有些人又不高兴啊，说我只说这个拜登的好话，所以我不说啊，我不答这个问题，我不答。观点：暴力的本质是恐惧，中共从诞生的第一天就含有这个恐惧基因，即使现在已经权力无边，依旧充满了恐惧，感觉他们没有哪一天是踏实的，哪怕有一天统治地球了，也还会担心被外星人颠覆，还是会充满恐惧。你知道为什么他有恐惧吗？中共恐惧的原因是因为心虚，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是暴力啊。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政权是抢来的，暴力夺取来的，这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就是我没有经过大家同意，我就拿着枪把这政权抢来了，这就是暴力夺取政权。暴力夺取政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没有得到授权，没有老百姓授权，老百姓没有给他投票，没有同意你这个站在这个政权上。所以中共为什么会恐惧的原因是，你刚上任呢，那1-2年，那可能你觉得啊，我这一开始不觉得，但时间一长，你这一晃眼70年过去了，你独裁，你垄断政权垄断了70年，你刚开始说把国民党赶走，大家就算了，觉得国民党腐败不行，那就你好好干呗，然后你慢慢的你要还政于民啊，对不对？你答应的好好的呀，你说这个我们最终要1人1票选政府啊，结果你现在怎么样？你在垄断政权，垄断政权大家不高兴啊，共产党知道大家不高兴，当然知道啊，他知道大家不高兴，那不他就充满了恐惧呗。他不是恐惧基因，他是因为偷来的，心里没底，心虚啊，讲到底就心虚。观点：问拜登不用余茂春的人对美国政治不大了解，两届政府都会用自己的人，什么都不意味啊。OK， 提问：林郑连同多名司局长在香港接种了中国科兴新冠疫苗，2月19号首批100万剂科兴新冠疫苗由北京空运抵港。王老师如何看待香港开始打国产疫苗？国内还没有全面开打，国内已经早就全面开打了，只是科兴疫苗刚刚过啊。之前是中国生物科技啊，就是国药集团下面的，已经从去年12月份已经开始打了。那么科兴是上个月通过，然后就开打了啊，已经这国内科兴也开打了，所以我都说过。港版国安法就是中国把香港变成一个普通的城市，又是一个证明啊。提问：关于5万美金额度可以用于海外投资的新闻，引发了可能逐步放松外汇管制的揣测，想听一听王先生的解读。这只是一个传言。这个传言我不知道来源，我查了一下，我没有看出来从哪里来啊。会不会是当局的一个风声呢？
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但是我是这么觉得，我在昨天前天的节目当中我说过一下啊，如果你算一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啊，中国有32000亿的外汇储备，其实中国的外汇并不充裕啊。中国有32000亿的外汇储备，有21000亿的外债。那人民银行有汇兑责任。什么叫汇兑责任？就是中国没有外汇，中国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啊，或者是我们翻过来讲，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钱放进去，搬到大陆去，你不能够自由搬出去啊，就里面的钱不能往外走，不能随便换成外汇。那怎么办呢？那但是他还希望大家把钱弄到中国去，所以他就有个承诺，说你进去以后你还能出来。那么你进去以后还能出来，那么人民银行就有个责任，汇兑责任，就是把钱兑给你。所以外汇储备拿来干什么？外汇储备就是实现汇兑承诺的基础和根据或者条件啊。所以外汇储备一定要有。所以你看，那中国有21000亿的外债啊，那么这个有汇兑责任吧？这个钱不能动吧？啊，还有一个什么呢？中国还有吸收5000亿美元的什么呢？5000亿美元的这个外资啊，这是吸收外资，你有汇兑责任吧？你汇兑承诺吧？那5000亿要跑掉在这个啊，你再算一下，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通常一个国家你要保留3个月进口额的外汇，确保一个国家的运转。3个月多少？中国一年一个月进口大概1500亿到1800亿啊，这是过去的数啊。那么如果乘以3，大概五六千亿吧。你5、6千亿加上5000亿的外商投资，加上21000亿的这个外债，中国还剩多少钱？没多少钱了，没多少外汇储备了。所以中国现在你还要准备一些外汇储备干什么？在外汇市场跟那些狙击的资金打一把，你还得有钱，对不对？所以你实际上人民银行手上的资金并不充裕。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是去年年底中国的内需很疲弱，西方国家很多需求开始慢慢在恢复，然后很多制造业的国家呢又没有恢复，所以很多订单跑到中国去，中国出口很好，那是个阶段性的因素。等其他国家恢复了出口能力，中国这么好的出口形势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你去年年底下半年的情况来做未来的预期，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觉得5万亿额度做海外投资的这个新闻有什么特殊的依据啊，我不觉得他有这样的本钱啊。提问：看了王老师上期直播1的节目，里面您回答有关海外已经移民的华人不用把自己和中共捆绑，自认为承担后果的问题后，我有一些困惑。现在海外还有很多正在努力，但是还没有拿到移民的华人，我们的心态可以像您说的那些已经移民华人那样自然的融入海外社区吗？为什么不可以？你生活在这里，比如说你生活在美国，你现在你还没有拿到护照啊，拿到国籍，但是你在这里生活，这个国家在庇护你啊，这个国家在保护你，这个国家为你提供各种保障，至少让你安全，你不应该认同这个国家吗？而且你希望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你有什么困惑呢？你还是不甘心还是怎么样？不愿意吗？不愿意你可以回去啊。你不能够说我一方面在这里生活，另外一方面我还觉得不踏实，我还得去，我觉得这不应该嘛，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而且融入海外社区，你不需要融入海外社区啊。
你过自己的就好了。在美国生活不需要你融入这个社区啊，你只要合法守法就行了，你遵守法律，然后你礼貌的对待任何一个人，不给别人制造麻烦，你就可以好好的在这生活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融入？不需要融入，在中国才能融入。为什么？中国党同伐异啊，你跟他不一样，你不跟他不入伙，你就无法生存。在美国不是的，你不入伙，你不一定不能生存，你可以生存的很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要先搞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说呢？观点我非常同意王老师上午的观点，就是让大家不要过分的把自己和中国捆绑起来。中共洗脑很成功的几点，一就是告诉民众有国才有家，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实人民才是国家之本，小家远远比国家重要的多。二就是告诉人民爱党爱国，其实这个国家和 CCP 没有半毛钱关系，爱国就是直接的形式应该批评 CCP。所以在海外的华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应该积极的批评中国政府，关键是要有理有据，还有锻炼口语。好吧，我还是那句话啊，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要对号入座嘛，对吗？别人批评中国政府，你自己对号入座，你就会被其他国家的人这个排斥打击。这其实是中共的逻辑啊！中共的逻辑就是祖国强大了，你们在海外扬眉吐气，我们要是跟西方国家对抗，你们在海外也活不好，这就是中共的逻辑。这个逻辑不 make sense 啊，没有任何的。中共强大了，跟你有一毛钱，他们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你扬眉吐气什么？你怎么会扬眉吐气？我不知道你扬眉吐气什么。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打架，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在美国生活，你一个美国人，虽然你的祖籍是中国，可是跟你没有关系啊，你只是一个美国的居民而已啊。所以这个你不会，这都拎不清楚吗？这应该拎得很清楚的，很简单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批不批评中国政府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怎么自处才是根本呢？我们怎么自处？我自己要搞清楚我到底是什么状况，对吗？你在美国生活，你还跟中共捆绑干什么？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批评你啊。情况一个题外话，一个中国特色的疾病叫臀肌挛缩症，主要的症状是走路外八，无法翘二郎腿，病因是屁股肌肉注射加的溶剂苯甲醇导致的，这个药在国外90年都禁了，而国内一直到2005年才禁，导致大量80后、90后甚至00后出现了症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病，我在美国得知的，后来到了深圳才做了手术才治好。OK， 啊，这种情况就真的太多了，就是很多这种情况，像什么666啊、DDT 啊这种，在海外已经禁了多少年的东西，在中国还在用，还在坑害老百姓啊。提议王老师请订阅 subscribe 后面加免费点击即可，因为订阅有付费的含义，可能很多人误以为付费，希望王老师更多的人订阅王老师的节目。那我怎么要加吗？怎么加呢？是在他订阅是，好吧，我看看怎么实现吧。好吧，谢谢啊，您谢 VV， 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前几周忙，没来得及听王老师的节目。OK， 杜佩，谢谢 Laura 罗，谢谢叶知秋，谢谢啊，好久没见了，叶知秋。不知不觉入会已经1年了 ，mark 一下，请王先生一杯曼特宁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会员，支持王先生辛苦的付出。谢谢叶知秋，谢谢啊。优普 A， 谢谢王舍加油 ，CC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
把这个再读一遍。王老师说的太对了，我高中同学总是在群里说中国强大了，你们这些海外人才被看得起。我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出国的时候中国不强大，我一点歧视都没有感觉到。反正就是这种逻辑洗脑洗的已经洗的太多人被洗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独立思考嘛。近几年美国大学校园里一些小留学生大多数小粉红，因为他们虽然离开了强国，灵魂还被抖音、微信和 B 站控制的。这个情况其实是蛮难改变蛮难改变。为什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就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跑到海外去，他没办法离开微信，他没办法离开国内的那些产品吧，比如说电视剧比如说各种这种音频视频节目他离不开，他还在看的那些节目，他没办法看本地的，他不是英文不好的问题跟英文没有关系。什么关系？这什么原因？这是文化的接近性的问题。他在这个文化中成长起来，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是作为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文化母体。那这个文化母体对他来说有更亲近性，所以他更容易接受。虽然很多时候他会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没办法离开，这就是原因。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被抖音、微信和 B 站控制着，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很清醒的了解被控制的状况或者是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走开，有足够的力量走开，才能真正的变成一个美国人，变成一个加拿大人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好，明谢 Look Le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